最强大的龙国居然只在数月间便被灭国。只因幻想能量充斥全球，各国神话世界一一巨现，随即强大的神明接踵而至。北欧神话奥丁，古希腊神话宙斯，古印度神话焚天，就连泡菜和樱花这种弹丸小国也有创世神降世。然而，曾经最强大的龙国却久久不见天门显现，而我作为龙国守护军第一大将，却眼睁睁地看着无数战友死于眼前。此刻，我已然变成了最后一名龙国人。我抬头望向高空中那一片虚幻的云彩，那里将是龙国神话世界诞生之地。然而，至今却没有任何反应。其实我心里明白，这一切只因为龙国的神话世界太强，现如今的幻想能量远远不足以真正具现出龙国神话世界。倘若龙国先生现世，这些所谓的神灵不过都是些土鸡瓦狗之辈。可惜这世界上不存在如果。就在这时，一名身穿金甲的壮汉走上前来，戏谑地看着我：“许诺，我承认你们华夏人的战力的确不俗，但那又如何？面对神明，你们也不过是蝼蚁。”我只是平淡地看了一眼安德森，要杀便杀。我许诺今天但凡皱一下眉头，就枉为龙国人。随后我艰难地抽出长刀，双手紧握。原本因为伤势而有些佝偻的后背也在这一刻挺直。我眼神锐利，纵然面对整个北欧军团也丝毫不惧。接着我举刀冲向安德森，哼，找死！安德森冷哼一声，手中突然出现一杆金色长枪，枪头直指我的面门。血色长刀与长枪碰撞，仅一击我便被击退。龙国第一守护大将不过如此。安德森眼中闪过一丝轻蔑，心中却无比震惊。这人可是受了雷神托尔一击，他的伤势难以想象，这样竟然还能挡住自己一枪。我并未理会，只是再次握着长刀杀去。国破家亡，自己如何能苟活于世？如今唯一能做的就是战死沙场，就算是死，我也要拉一个垫背的。然而金光乍现，将安德森全身包裹，他的速度猛然提升，突如其来的一枪直接穿透我的胸膛。就在安德森得意忘形之际，我竟不知疼痛地将插在身体里的长枪猛然拔出，随即拼尽全身的力量将长枪抛向安德森。这突如其来的杀招令安德森慌忙闪躲，紧接着我手中的长刀便落在了安德森的脖颈上，刀芒闪过，安德森瞳孔瞪大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但脖颈处的伤口却令他无法完整地说出话来。安德森再也支撑不住，轰然倒地，而我也到了弥留之际。最后一次望向天边的虚幻云彩，突然间我瞳孔猛地一锁，只见那虚幻云彩万丈金光涌现，一股浩瀚无比的气息回荡开来，翻滚的云层渐渐被撕开，仔细看去能够看到那华丽的天门一角，这是蓝天门。原本已经坦然面对死亡的我突然间激动起来，看到天门一角的同时，我的脑海中自动知道了一些信息，龙国的天门终于要打开了，正是神话中的南天门。我突然抓住了一点希望，以龙国神话中先圣的大神通，逆转时空都不是妄想。就在这时，一道道恢宏的谈话声突然响彻天际，我心中猛地一沉，是西方诸神。难怪我等真身降世后，龙国连天门都未曾开启，仅仅泄露的一丝气息，竟是让我灵魂战栗。龙国神话世界竟恐怖如斯，我梵天梦城世界竟然看不透这区区天门。话音落下，一道道气势强大的虚影出现在天际，仅剩最后一口气的我无奈苦笑，没救了。奥丁、宙斯、梵天、耶和华，这些强大的神明全都来了，而且是为了我一人而来。我的眼前顿时被各色光芒充斥，仅仅一刹那，我便被轰成齑粉，没有留下一点痕迹。此刻的龙国境内，除了被神明之力保护的西方军团，居然再无一活物。蓝天门露出的一角剧烈震颤起来，西方诸神将其包围，手中武器直指天门一角。刚刚的一丝气息让他们真正感受到了龙国神话世界的强大，心中后怕不已。幸好诸神的动作快，这样强大的世界，哪怕神明真身暂时无法降临，也足以庇护华夏不亡。在诸神紧张的目光中，蓝天门一角停止震颤。在我死后，彻底失去龙国幻想能量的它渐渐淡去，云层再次翻滚，将这昙花一现的南天门一角再次掩埋。龙国灭亡后，各国神明之争拉开序幕，相互戒备的众神正准备离开，即将彻底消失的天门却猛然亮起一道刺目的光辉，整个世界刹那间停止了转动，就连高空中的众神也都停止，似乎陷入了静止的时空。云层依旧在掩盖天门，就在天门即将消失之际，一道金光却猛然冲破天门，一闪没入我湮灭之处，一道虚幻的灵魂一闪而逝，彻底消失在天地间。是他，魂飞魄散，不入轮回，不愧是最后的人皇。谅解我欠他一次，也该还给他了。随着最后一道飘渺的女声消失，天门被彻底掩盖，空中那虚幻的云彩也不复存在。西方诸神如常离开，丝毫没有察觉到刚刚发生的一幕。你们终究来晚了呀！我嘶吼着睁开眼睛，一个鲤鱼打挺翻身而起。这时我打量着周围的一切，这不是龙国第一军校的宿舍吗？卧槽，许洛，你他娘的吓老子一跳！什么晚了？紧急集合吗？我怎么没听到？只见一名寸头青年迅速跳下床，拿起裤腰带就要往宿舍外跑去。我顺手拉住郑浩的胳膊说道：“浩子，你也活了呀！”我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因为我清晰地记得郑浩为了救我，挡住了雷神托尔的一击，整个人在我面前被炸成了漫天血雾。你他娘的说什么呢？什么叫活过来了？就算死你也死我前面啊！你到底在发什么疯？我呆呆地看着郑浩，眼眶不禁有些发红。浩子，待会再说，你让我缓缓。我跑去卫生间捧了一把冷水浇在脸上，难道我这是重生了吗？浩子，今天是几号啊？2024年7月10号，怎么了？郑浩一脸疑惑地看着我，我并未理会他，只是思绪来到了重生前的10号。我记得今天有一件大事发生，更重要的是，如今距离神话元年还有接近
近1年半的时间，距离泡菜国的神话世界降临也还有7年，我完全可以让龙国提前做好准备，迎接即将来到的神话元年。想到这里，我忍不住露出欣喜若狂的表情。提前1年准备，说不定一切还有希望。就在此时，异变突生，浓郁的金光突然从体内涌现，顿时我感受到一股尊贵至极的气息，眼前一片金色，仿佛来到一个新的世界。此时沉重的脚步声传来，一道身穿黑色九龙袍、头戴冲天冠的身影正缓步朝我走来。我突然想起神话传说中的那一位帝王，脱口而出道：“纣王。”人影冷哼一声：“不要叫我纣王，纣王是周人对我的恶事。我大商的子民称我为人皇帝辛。”我心头一震，随后猛然想起自己死前露出的那一脚天门，这就是龙国神话世界降下的传承吗？这就是我重生的原因吗？我欲要张嘴询问，却被帝辛挥手打断：“来不及了，这一切你日后自会知晓。你很不错，有资格接受我的传承。”下一刻，帝辛整个人彻底消散，9条神龙带着金光注入我的体内。许诺，记住，龙国神话中可不只有天道、地道与人道同样不若分毫。而今你获得人道传承，自当率我人族崛起，拿回属于我人族的气运，让人道再次与天道齐平。随即金光褪去，我发现自己依旧在洗漱间内，脑海中却多了一本烫金书籍《99人黄经》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走出洗漱间，看向依旧坐在床上的郑浩道：“浩子，毕业别下基层了，跟我走，我带你进龙国最强军团。”郑浩摸了摸我的额头：“你这也没发烧啊？说什么胡话？我不装了，摊牌了，我爷爷是许卫国。”卧槽，不会是龙国军方2号人物上将许卫国吧？你等我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。说罢，我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串号码，这是许卫国的私人手机。电话很快被接通，我开门见山道：“爷爷，我想见你。”“不见。”电话中的声音干脆利落，说完就准备挂断。“先别挂，真有急事。”我急忙说道。我看了眼手机上的日期，2024年7月10日14点，果然是这一天，这就好办了。半个小时内，樱花国将发生一场8.7级地震，震源在富士山。这次地震会引得富士山喷发，樱花国损失惨重。近期发生的怪事我也清楚原因，等您确认了消息再谈。说完，我直接挂断电话。许卫国放下手机后思考着，他觉得自己孙子不会说这种没有把握的话，但这算什么预言吗？心中却隐隐感觉这些话并不是空穴来风，何况自己这个孙子可不是信口开河之人。联想起近期国内和国际上发生的种种异常事件，许卫国猛地从书桌前站起身来，拿起自己的军装穿上。“小刘，备车。”宿舍内，郑浩双眼放光地看着我：“你真是许卫国的孙子，真的没开玩笑啊！”随即一把搂住我的肩膀：“我们是不是最好的兄弟？”我点点头说道：“赶紧收拾一下，准备好随我一起去见领导层。”郑浩愣了愣：“见你爷爷？我跟你一起去，不好吧？应该不止我爷爷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”听闻，郑浩赶紧拿起一套衣服去洗澡了。而我坐在床上，回想起重生前郑浩的天赋惊人，仅次于我。神话降世后也会是龙国守护军团的一员大将。接着我闭上眼睛，99人黄金刻印在脑海里。想要翻开人黄金，我必须统领一个上万人的军团。等领导层验证这些事后，让我打造一个上万人的军团应该不成问题。半小时后，樱花国大地猛然震动，富士山飘起滚滚浓烟。下一秒，这座火山又一次爆发。樱花国的人们看到这等景象，还来不及跑，就被岩浆或是地震的裂缝吞没。这一天，樱花国注定损失惨重。这时的龙国收到这则消息后，赶忙召开了国家领导层最高会议。大会上喊出：“快去第1军校，请许诺。”就在我准确的预言樱花国会出现地震后，龙国高层皆被惊动。紧接着，他们便立即派出一架武装直升机来接我，让我去参加龙国最高层会议。而此时的我正在龙国第1军校宿舍内修炼着前世专属于龙国的炼气诀。虽说明年才会被确定为神话元年，但实际上幻想能量早就充斥整个蓝星，世界上的各种细微变化早就引起了各国高层的关注。幻想能量只是一个统称，而我龙国却称这种能量为灵气。炼气诀能够让龙国人吸收灵气修炼，是专属于龙国人的修炼方法，就算其他国家的人得到也无法使用。正是炼气诀的强大，才使得西方诸神对龙国忌惮万分。而为了阻止龙国神话世界的降临，西方诸神不惜亲自下场，带领无数军队将龙国覆灭，彻底断绝华夏神话世界降临的可能。如今各国神话世界天门未开，灵气更加充裕，修炼速度一定会比前世快很多。我绝对能够在短时间内修炼到入门。就在灵气入体的一瞬间，我脑海中的99人黄金突然发出金光，一道无形的能量融入我的四肢百骸。我心神一动，没想到人黄金还有这样的效果，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进步速度远超前世。短短10分钟，我就已经成功达到炼金化气入门。我站起身来，握了握拳，随即全力一拳挥出，居然还伴随着呼啸的风声。前世的我下连队时，一拳之力只有150公斤的力道，而刚刚那一拳绝对超过了220公斤。这样的提升幅度看起来很夸张，但是也只有在跨入门时才会带来大幅度提升。我怎么感觉你刚刚那一拳和过去截然不同了？郑浩穿着军装走上前来，好奇地打量着我。待会你就知道了，马上樱花国就会发生地震，估计到时候爷爷会派人来接我，到时候通过爷爷见到龙国首席后再一起解释也不迟。是的，我准备直接摊牌重生一世。就在这时，一阵急促的号声响起，我和郑浩同时冲出宿舍。郑浩一边跑一边问道：“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怎么会突然全校紧急集合？”短短几分钟时间，操场上便正式的站满了方队，一名老者身姿挺拔地站在所有人前方。我宣布，第1军校即刻起戒严，所有人不得出入。听明白了
了吗？是。所有学生眼神中都带着疑惑，这样的事还从未发生过。许诺，出列。是。我高声应道，来到校长身前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。下一刻，我口袋里的手机响了起来，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惊了。许诺在干什么？竟然敢在这时候带手机，这是在找死啊！接吧，特事特办。校长看了我一眼，淡淡开口道，他显然已经接到了上面的通知。随即我拿出手机，喂，爷爷，确认了吗？你还知道多少？手机中传来许卫国严肃的声音，很多，那就过来再说。我已经让人去接你了，应该马上就到。挂断电话后，这个反应完全在我预料之中。看来最近因为幻想能量而发生的怪事已经不少。校长，我还需要带一个人过去。谁？郑浩。校长深深看了我一眼，高声道：“郑浩，出列。”队列中的郑浩顿时一个机灵，小跑来到前方站定，心情按捺不住的有些激动。此时天边传来了螺旋桨的轰鸣声，一架武装直升机快速降落在不远处的停机坪上。去吧。校长朝着我摆摆手，郑浩连忙跟着我跑向直升机，眼中的震惊之色溢于言表。难道这是要上战场打米国的节奏吗？郑浩一边跑一边将所有人震惊的表情看在眼中，而我一言不发地登上飞机，闭上了眼睛。我在整理待会和组织该怎么说。一旁的郑浩推了推我，好奇道：“兄弟，这也太牛逼了！我们这是去哪呀？”最高会议室。最高。郑浩一脸震惊，自己不过是个小小的军校应届毕业生，何德何能参加最高会议？郑浩见我没有要解释的意思，张嘴欲要询问，可最终还是什么也没说。龙国第一军校就在京都，因此很快就到了目的地。在特殊武装人员的带领下，我与郑浩进入最高会议室中。会议室中，首席龙振华坐在中央位置，两侧各坐着6名精神矍铄的老者，包括许诺的爷爷许卫国在内。这13人就是当今华夏的最高领导层。不同于身后一脸忐忑的郑浩，我朝着众人不卑不亢地敬了一个军礼。中尉许诺，见过首席，见过诸位阁老。许诺，樱花国地震的消息已经被证明，据说你知道近期有关怪异事件的原因，讲讲吧。龙振华看着我开门见山道：“可以，不过在此之前，我希望首席先让人去实验这张药方。这张药方名叫炼气灵液，这是前世的龙国研究院研究出来的东西，对于炼精化气层次的修炼能起到很大的作用。我在宿舍收拾东西的时候便写好了。”说着，我将写好的炼气灵液配方交给一旁的人，后者仔细检查纸张后才递交给龙振华。龙振华接过配方，当打量了一眼，立马神色一震：“炼气灵液配方能够提升华夏人的身体强度，并且辅助修炼，这样的东西真的存在吗？”他不动声色地将配方交给一旁的人，吩咐道：“立刻让第6局的人验证这张配方的效果。”说完，龙振华深深看了我一眼：“好了，你可以开始了。”诸位阁老，蓝星的一切异常都是因为幻想能量。听到此话，在场的阁老们表情瞬间有些奇怪。幻想能量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不过众人都是老而成精之人，并没有表现出来，只是静等着我的下文。随后我解释道：“幻想能量在我华夏被称为灵气，具体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我并不清楚，但是2026年1月1日会被称为神话元年，众多强大的生物会大批量出现，各国神话世界天门也会逐渐开启，降下传承和赐福，帮助人类对抗种类繁多的妖兽。”这句话一出，所有人都沉默了。这样的消息让他们怎么信？这太离谱了。虽然说近期的确出现了一些体型超过正常个体的动物，但他们更愿意相信是产生了变异。许卫国皱了皱眉头，厉声道：“这就是你要说的？”接着龙振华开口了：“怎么证明你所说的幻想能量存在？这很简单，我的身体数据第一军校一直有记录，现在可以让人检查我的身体数据。来之前我已经进行了初步修炼，相信会让你们大吃一惊。”龙振华见我如此自信，挥了挥手，身旁的一名警卫顿时退出会议室，片刻后带着几名白大褂走了进来，他们手中拿着各种小型仪器，接着便开始给我检查身体。片刻后，领头的白大褂看着数据发出惊呼：“这怎么可能？你的综合身体数据与3天前相比竟然提升了50%，这不科学！这是炼精化气入门的福利，每个人第一次成功修炼的提升幅度都比较大，一般来说也只会有15%的增幅，而天赋越高的人提升幅度越大。我前世第一次修炼提升了31%，这已经是整个蓝星最强的天赋了。没想到如今在人黄金的影响下，竟然超过了50%，这样的数据连我都有些震惊。”龙振华摆了摆手，白大褂们随即离开，他这才开口道：“刚刚你说是修炼？是的，修炼，每个龙国人都能够修炼，这是我带来的第2件东西。”说着，我再次取出一叠纸，上面记录了炼气诀的基本功法。由于时间因素，我目前只来得及写下了第1层的功法，不过短时间内也够用了。我接着说道：“这就是专属于我龙国的修炼功法炼气诀，提升身体素质只是它最基础的功能，如果一直修炼下去，开山裂石，翻江倒海，肉身飞行，这一切都能够做到。”众多阁老看过功法后纷纷震惊，虽然不可置信，但我猛然提升的身体素质摆在那里，数据是不会骗人的。龙振华眼中闪过一丝金光，抬头看着我：“许诺，我问你，2026年1月1日被称为神话元年，可现在还是2024年，你又是如何知道的？”众多阁老齐刷刷地看向我，而我直接丢出王炸，因为我来自10年后。此话一出，所有人都震惊了，这条信息比我之前所说的还要让人难以置信。我并未理会他们的震惊，随即我上前一步，整个人的气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。重新自我介绍一下，龙国守护军团第1大将许诺，见过诸位阁老。我知道诸位有太多的疑惑，但现在请听我讲述龙国未来会发生的情况。神话元年当天，世界各地突然出现众多强大的生物，世界各国短时间内都承受了严重损失，有的城市甚至直接化为人间炼狱，龙国也不例外。据统计，龙国死亡人数超过1亿，蓝星死亡人数更是接近15亿，世界人口骤降近1/5。5年后，全球第1个神话世界巨现在泡菜国，太阳神恒鹰降
将领。随后横阴率大军入侵龙国，但被龙国的核武逼退，史称最弱神明。可接下来各国的神话世界纷纷巨献，但龙国的神话世界却依旧未开，这就导致各国神明联合侵略龙国。只用了短短1个月，龙国便覆灭了，而我就是整个龙国战死的最后一人。炼气灵液的效果终于检测出来了，的确能够有效提升身体强度。所有阁老闻言都是眼睛一亮，这2则消息的确认，证实了我的确来自10年后。许洛，既然你决定提前告诉我们这些，相信心中已经有对抗往后那些灾难的办法了。说说你的计划吧。第一步就是彻底清除所有特工、卧底、汉奸。第二步成立龙国守护军团，我需要最高指挥权和在全国挑人的特权。这是正浩，修炼天赋仅次于我的几人之一，未来也是龙国守护军团大将之一。你是这项计划当之无愧的首席执行者。特殊时期，特事特办。即日起成立龙国守护军团，任命许洛为军团1号，许卫国任军团2号，同时将许洛的军衔提升至上将，拥有在全国任何地方、单位、军队挑选人才的特权。任命郑浩为龙国研究部特级研究员，军衔提升至上校。另外，龙国守护军团兵力不设上限。第3则是炼气灵液，我希望从今天开始全力生产炼气灵液。制定完计划后，龙振华宣布道：“龙国举国伐神计划正式启动。”重生短短半天时间，我就站在了龙国之巅。随后我开始教导郑浩修炼，短短20分钟时间，郑浩的力量就提升了30%。听到结果，郑浩却看了我一眼，差距这么大吗？我自然注意到了郑浩的眼神。耗子，你这样的天赋已经是亿万中无一了，不要和我比。我这次的提升幅度自己都没有预料到，也许和重生有关。根据每个人第一次修炼时的提升幅度，我们将天赋分为以下几个等级：30%以上为天级，27到30之间为地级，21到27之间为玄级，15到21之间为黄级。基本的修炼方式就是这样。接下来将正式在全军中推广，我希望能够尽快拿到所有数据，并标记出每一名军人的修炼天赋等级。所有地级以上天赋者全部召集入龙国守护军团，他们将成为龙国的守护之盾。而后我将龙国守护军团的基地放在了昆仑山。接下来的事就麻烦诸位了。我留下一句话后转身离开，一切计划都已经定下。接下来我首先得保证自己的修炼，然后第一件事就是将记忆中的守护大将找齐。前世龙国守护军团共有7名大将，他们全都是拥有天级修炼天赋之人，除了我与郑浩外，另外还有5人，有2人在军中，而其他3人是在民间。我准备亲自上门去找。第2天一早，我出现在昆仑山军事基地，见到了前世的兄弟司徒杰，龙国第4守护大将，被西方称为冷血剑神，只因其在战场上从不言语，唯有杀。他的战力毋庸置疑，曾一人一剑独占西方联军3名12阶半神。左白羽，龙国第6守护大将，被西方冠以无影死神称号，他的剑力无虚发，无影无形。收回思绪，我朝3人招了招手，见过1号。3人齐齐朝着我敬礼，明显有些拘谨，以后不用这么严肃，这里没那么多规矩。随后我让2人去收拾自己的房间。3小时后，我来到了荣城，看见一个江湖骗子正在给一个富二代算命，我径直走向他，蹲在摊位前开口道：“我给你算算命吧。”刘齐天，17岁，没成人，无父无母。没等我把话说完，刘齐天脸色一变：“你是谁？”我没有说话，只是把证件甩了过去。刘齐天看了一眼，居然是军人，自己这是犯事了吗？他眼珠子转了转，朝着我的背影喊道：“那个警官，我肚子疼，先去上个厕所行不行？少废话，跟上，不然他们就过来了。”我指了指前方的警车，刘齐天撇了撇嘴，一把将摊位收起，小跑着跟上了我。我一把拦住刘齐天，将他带上警车。这家伙是守护大将中最小的一个，活这么久全靠坑蒙拐骗，但偏偏却是一个有大义之人，修炼天赋比郑浩还要高上一点点。不过由于修炼起步晚了其余人一些，排在守护大将最后一位，自称齐天战神。我知道齐天这个名字是他自己取的，最想成为的就是神话传说中齐天大圣那样的人物。4个小时之后，魔都大学，我带着刘齐天直接找上了目标。此时书生正在办公室中备课，对2名陌生人的到访感到疑惑。书生29岁，由于身体原因，多次想要入伍伍国，遗憾选择硕博连读，去年毕业，如今留校任教。我开门见山，直接报出书生的资料，随后拿出证件展示给书生，并接着说道：“跟我走吧，现在军方需要你，消息你可以找校长核实。”书生看了一眼我的证件，瞳孔一缩，这么年轻的上将吗？他没有回话，直接拿起手机拨给了校长。一旁的刘齐天嘴角抽了抽，来时的路上他已经被告知了一切，并抽空进行了第1次修炼，综合身体数据增幅高达31%，彻底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。片刻之后，书生深吸一口气，起身道：“我跟你走。”龙国第3守护大将就位。书生被西方称作文雅死神，他却喜欢自称文儒，前世也是他开创了文气修炼的道路。文人弃笔亦可杀人，一身白衣入万军，龟石红袍身上披。可惜书生至死也没能抵达他向往的儒圣境界，被奥丁亲手斩杀。3个小时后，奥城，我们一行3人走进新葡京赌场，特权开道，负责人直接带我们找上了目标。一名御姐正坐在赌桌之前，该死，又输了。一叔胡乱揉了揉自己的头发，懊恼地站起身来，准备再去换一些筹码。然而刚起身就见到赌场负责人带着3名陌生男人拦在自己身前。一叔皱了皱眉：“有事吗？”一叔女士，这3位来自龙国军方，似乎有什么急事。负责人小声说道。一叔瞳孔一缩：“不是吧，自己不过才输了800多万，老爹就这么上纲上线了，连军方都找来了。”一叔朝着我冷声说道：“回去告诉老头子，这2000万如果输完我就回去，并且以后再也不赌了。你可能误会了，我们可不是一老爷子的人。”我微微一笑：“不如借一步说话。”一叔点点头。一叔党城一家长女，20，我还没报完。一叔连忙抬手打断道：“行了，直说吧，你们找我干嘛？”而我也不废话，
掏出证件扔了过去。开什么玩笑？易叔一把将证件丢了回来，不屑道：“麻烦你作假能不能有点常识？22岁的上将，脑子呢？”说完，他瞪了我一眼，起身就欲离开，浪费姑奶奶时间。要不是你，说不定我已经赢了。就你这逢赌必输的运气，做梦还差不多。我一句呛了回去。易叔顿时发飙：“你说什么？老娘也！”说着，他突然想起自己好像真的还没赢过。从小到大，不论赌什么，他永远都是输。易叔不由得越想越气，瞪着我道：“我喜欢输行不行？关你什么事？让开，否则我一个电话就能让你们全部进去，信不信？竟然敢冒充龙国军方，要不你试试？”我挑衅道。易叔的火爆脾气受得了我激将，拿起电话就打给了易连山。我嘴角微微上扬，这招用来对付这个女人还真是屡试不爽。易叔，龙国守护大将排名第5，也是唯一的女性。她的性格如同燃烧的火焰，被称为烈焰女武神，在一众守护大将中谁也不服，经常挑战我第1守护大将的位置。可惜我从没手下留情过。看着易叔在电话中与易连山争论，我的目光慢慢变得柔和。这一世我绝对不会再和易叔打赌，因为前世易叔唯一赢下的赌约就是神明入侵前夕7大将最后一次会议。我还记得当时的易叔起身吼道：“许洛，你不是说我逢赌必输吗？听好了，这一次我就赌我们所有人都会死，我赌诸神赢定了。”此话一出，会议的气氛顿时就变了，所有人都看着他。这个女人想凭借自己逢赌必输的运气求一线生机吗？刘齐天打断了众人的沉默，嬉皮笑脸道：“易叔姐这么一说，我突然觉得不那么悲观了。诸位，说不定我们真的能赢。可惜在最不该赌赢的时候，易叔却赌赢了。当易叔临死之际，我第一次见到他哭，并不是因为怕死，他自己明明逢赌必输，为什么在最不该赢的时候却赢了？易叔临死前嘴里还念叨着：不赌了，老娘下辈子再也不赌了。这一世说什么也不能让你再赌了。龙国以后也不需要靠赌来取胜。”回忆渐渐淡去，易叔已经挂断了电话。易连山确认了我的身份真实无误，他还是没想通怎么会有如此年轻的上将。仔细打量了我几眼，易叔开口问道：“竟然是个真货，找我到底有什么事？邀请你加入龙国守护军团，没意思，不去，抱歉，拒绝无效。”随即我取出炼气诀递了过去，看看这个，相信你会感兴趣的。易叔接过炼气诀，只看了一眼便吓了一跳，什么玩意？修仙？这简直比22岁的上将还不可置信好吗？他不由得甩给我一个白眼，这家伙真拿自己当什么都不懂的小女孩骗了。你可以先试试效果，以你的天赋只需要20分钟，不耽误事。见我一脸认真，易叔不由得有些怀疑自己的世界观，要不就试试。说干就干，他直接就地盘膝坐下，按照炼气诀的呼吸吐内方式开始了第一次修炼。20分钟后，这竟然是真的。易叔睁开眼睛，眼中的震惊难以掩饰，看向我的目光也彻底变了。至此，龙国7位守护大将全部就位，该进行下一步了。此时的昆仑山基地已经有200万人完成了入门修炼。当我从他们身边经过时，200万人同时向我敬礼，感受到他们炙热的目光，我脑海中的人皇经就一直在震颤，仿佛在催促我赶快翻开。龙国守护军团的成立，让我拥有了翻开99人皇经的资格。刚刚那股无形的波动虽然微弱，但我却能感受到其内蕴含的强大力量，心中顿时明白了人皇经最大的作用。人皇帝新给我的传承是整个人皇之位。回到房间后，我立即在脑海中翻开人皇经，顿时无数道龙吟在我脑海中炸响，浓郁的金光涌现，将整个世界染成金色。我盘膝坐下，随后全力运转人皇经，只感觉周身形成了一道漩涡，源源不断的灵气被吞噬进体内。我一边修炼，一边查看着脑海中人皇经的信息。冥冥中我能够感知到，一旦成功修炼至第6重天，绝对有实力对抗西方的16阶神王。经过1夜的修炼，我已经突破到2阶。前世我突破2阶可是花费了整整1周的时间，而现在却只花了1晚上。当我走出房间之时，刚刚突破带来的提升让我感觉浑身充满力量。来到训练场，龙国守护军团的所有人早已集结完毕，开始了新一天的修炼。我一眼就看到了正在对练的郑浩与司徒杰，一招一式间虎虎生风，书生几人围在一旁，对他们来说这里的一切都很新奇。如今刚开始修炼，众人的进度都差不多，郑浩却明显处于下风，在司徒杰凌厉的招式下苦苦支撑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，毕竟2天之前他不过还是个普通军校毕业生，而司徒杰却已经是狼牙特种部队的总教官了，两者之间原本的差距就极大。哪怕郑浩的修炼天赋略高一筹，但也不是短短2天时间就能够抹平的。司徒杰抬手挡下郑浩袭来的一拳，一个鞭腿将郑浩狠狠踢飞，两人间的对练到此结束。我靠，还是打不过。这2天他已经和司徒杰打过好几场了，无疑胜绩差距已经越来越小了。司徒杰摇了摇头，修炼还真是神奇的事，自己训练这么多年，短短2天时间，身体数据间的差距就快被抹平了。要不是战斗经验比郑浩丰富，还真没这么容易取胜。我缓步上前，司徒杰与左白羽2人瞳孔猛地一锁，他们在我身上感受到了与昨天截然不同的威胁感。我朝着2人点点头，随后目光一一扫过6人，开口笑道：“今天由我来给你们上第一课，让你们清楚感受一番修炼者的强大之处。”说着，我朝着众人伸出一只手：“来吧，你们一起上。”话音落下，郑浩与一书第一时间冲向我，书生和刘齐天对视一眼，有样学样的也冲了上去。2人原本只是普通百姓，哪懂怎么战斗，只能遵循本能，动作破绽百出。唯有司徒杰与左白羽如临大敌，目光死死地盯着我，丝毫不敢大意。但此时队友已经冲了上去，2人也不得不跟上。司徒杰朝着左白羽递了一个眼神，随后右脚猛地蹬地，整个人如同一道利箭急射而出，右手握拳直奔我的面门。左白羽以极快的速度绕到我的后方，2人前后夹击。面对众人的攻势，我依旧将右手背在身后，一个侧身躲开一书的正蹬，左手猛地下拍，一书顿时当场表演了一个军装一字马。同一时间，郑浩刚突进到身前，瞳孔猛地一锁，眼角只看到一道残影，腹部便遭受重击倒飞而出。最后发动攻击的司徒杰与左白羽2人
竟是与书生刘齐天同时攻向我。地上的一书一双大腿也就地绞杀而来，而我丝毫不慌，左手前探，稳稳将司徒杰的重拳接住，同时我身体急速侧转，左手向后猛地一带，司徒杰被这股巨力直接甩到了左白羽身上，两者撞得头昏眼花。此时书生和刘齐天的拳头才落在许洛身上，两者还没来得及露出喜色，就被快如闪电的两脚抽飞了出去。给我躺下！一书眼中闪过一抹金光，他已经夹住了我的左腿，猛地一用力，下一刻却直接愣住。这家伙的腿是铁做的吗？为何一点反应都没有？还硌得老娘生疼！只见我一弯腰，一记重拳带着呼啸的拳风直奔一书那张俏脸，后者顿时被这凌厉的一击镇住，最终拳头停留在了一书的鼻尖，并未落下。后者则认命的松开了腿，气喘吁吁的躺在地上。不打了，你这家伙简直就不是人！从我伸出手到众人躺了一地，这一切不过几秒时间。最先到飞出去的郑浩还没能爬起来，他只感觉自己腹部翻江倒海，像是被坦克撞了一样。昨天修炼有所突破，我现在算是2阶修炼者。我话音落下，六人顿时一惊，这么快就2阶了吗？不过刚刚我只用了不到2成战力，你们太让我失望了。见到六人失魂落魄的模样，我厉声道：“都给我站起来！这点打击就受不了，以后拿什么守护龙国？从今天起，司徒杰、左白羽训练强度增加50%，郑浩、一书增加80%。”说完，我的目光落在书生和刘齐天身上。至于你们2个，只要练不死，就给我往死里练。司徒杰，训练的事交给你来负责。1个星期内，我不仅要看到你们全部到达2阶，还要看到训练的成果。是1号。司徒杰连忙应道。就在此时，各地政府同一时间发出通告，铺天盖地的征兵消息传出，顿时在国内引起一片哗然。这是要打仗了吗？怎么会到处都在征兵？别的国家都是强制兵役，只有我们生怕报不上名。不说了，我这就去报名，最好是打樱花国。这一天我可是等太久了，管他樱花国还是漂亮国，我就想问问他们怕不怕。我哥们刚退伍没多久，已经接到召回通知了，加上这些预备役召回的，怕是征兵1000万都不止。兵我是当不成了，只能多抽2包 smoke 为国家做贡献了。来，赔一支。而此时外交部一位漂亮国记者提问道：“请问龙国为什么会突然进行大规模扩军呢？是否代表你们将发动战争？请问龙国不是一直宣扬和平吗？”一连串的问题抛出，狄浩轻咳2声，会场内顿时静了下来。有关各位的问题，我在此代表龙国做出回应。首先，龙国并无意发动战争，我们自古都是爱好和平的。其次，此次征兵与预备役召回只是一场特殊演练，并不会真的常备如此多军人。诸位可以将此次事件定义为大规模的军训。最后，我方劝告他国不要对此行为进行妄加猜测，也不要借此在国际上进行造谣生事。狄浩逐渐进入状态，眼神变得凌厉，声音也愈发严肃。龙国一直在为了国际和平而努力，此次军训演练为我国内部事宜，希望他国不要做出过激反应，导致国际局势动荡。军训骗鬼呢？什么军训一训就是1000万人？这消息一出，热榜第1就是龙国进行所谓的军训演习，扩军1000万。昆仑山龙国守护军团基地，我猛然睁开眼睛，一股强大的气势自我体内爆发而出。1周的修炼，我终于突破搭配了3阶战力。刚出房间，螺旋桨的声音传来，一架武装直升机降落在停机坪上，我连忙迎了上去。爷爷，你怎么来了？给你送个好东西。许卫国从怀中取出一个盒子递给我，这玩意按照你的要求做出来了。我闻言一喜，连忙接过，只见盒子中静静躺着一个眼镜，镜片呈淡红色，侧面可以固定在耳朵上，战力测量眼镜。这个眼镜可以检测出敌人的战力。这次先给你送2000个过来。这次我国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。见到许卫国一脸严肃的模样，我不由得认真起来。前段时间骊山北路那里的幻想能量曾发生剧烈波动，我们派人下去查看，却并没能发现任何异常。那不是秦始皇陵所在之地吗？前世神话元年巨变之后不久，秦始皇陵在幻想能量的孕育下现世，炼气诀就是来自那里，巨变之后才出现的吗？许卫国眉头紧锁。我仔细回忆着，前世巨变之前，秦始皇陵的确没有异变，难道说这一世异变提前了吗？想到这，我突然愣住。1周前开启人皇经的那阵悸动感涌上心头，一定是人皇经的出现，让秦始皇陵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。看来我们几个老家伙猜测的不错，这一世因为你重生的原因，有些东西已经改变了。说着，他指着战力测量眼镜说道：“现在有了这个，我们再次派人查看，发现秦始皇陵中存在数量极多的战力超过2阶的生物。”我皱了皱眉，前世秦始皇陵问世，其内部并没有任何生物，有的只是一堆兵马俑。炼气诀就被放置在地宫深处，龙国军方几乎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就拿到了炼气诀，为什么变化会如此之大？秦始皇那迷人的老祖宗会出现吗？我发现这件事完全超出了自己的计划。秦始皇陵的变化100%是由人皇经引起的，真不见得会是坏事。